由美方张罗的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首次线下领导人会晤，即将于当地时间周五在华盛顿举行。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领导人先后抵达，并先期举行双边会晤。根据媒体在会前释放的信息，此次四国领导人将讨论包括疫苗、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议题。但外界最关注的还是他们会如何来谈涉华议题。会晤产生的相关文件将有哪些涉华表述？印度总理莫迪抵达华盛顿后，首先与美副总统哈里斯会面。本身拥有印度血统的哈里斯感谢印度将恢复出口新冠疫苗。此前，四国机制计划把印度打造成为南亚及东南亚提供疫苗外交所需疫苗的基地，但4月后，印度因疫情严峻停止出口疫苗。哈里斯还强调，在美国试图巩固对亚洲的重心，并加强与印度的关系之际，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至关重要。莫迪感谢美国在印度新冠疫情严峻时伸出援手，形容哈里斯如同家人，有信心美印两国关系将再创高峰。莫迪还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及日本首相菅义伟分别举行双边会议，这是印澳领导人疫情爆发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谈。双方继去年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后，进一步确认两国高层往来，包括本月初首次举行的2+2部长级会谈，同意加强经贸等合作。而在日印领导人会晤中，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涉华议题。两人声称强烈反对所谓经济胁迫和在东海、南海地区所谓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上述共识内容暗指中国，会谈旨在牵制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回应指出，谎言外交、抹黑外交丝毫不具建设性。中方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愿继续通过协商谈判，同有关当事国妥善处理分歧。所谓经济胁迫，发源地和指挥部就在华盛顿。中国一不动辄霸凌制裁，二不搞长臂管辖，三不无理打压各国企业。经济胁迫这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扣不到中方头上。围绕菅义伟前往美国参加美日印澳四国首次线下领导人会议一事，朝日电视台周四在报道中评论称，菅义伟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让美日印澳四国同盟机制得以长远保存下来，成为菅义伟内阁的一个遗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相菅义伟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将于9月30号届满，届时他将辞去日本首相一职。多家日本媒体均在报道中称，即将卸任的日本首相访问外国是极为罕见的例子。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高官更是讽刺称，菅义伟的美国之行是他的毕业旅行。根据日本读卖新闻周五援引的四方会谈联合声明草案当中明确写道，将会开启四国同盟机制首次太空领域的合作，共同强化海域感知体系，收集海洋情报，增强探测可疑船只的能力。读卖新闻称，可以看出这是为了监视中国的海洋活动。但报道表示，与中国接壤的印度对于在所有安保领域进行合作持保守态度。本次声明草案中，侦测卫星的数据不在共享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声明草案中还提及四方安全对话将主导太空领域所谓的国际规制的制定，宣称为了稳定可持续性利用太空资源，将致力于制定行为规范。读卖新闻提到，近期在月球开发等太空领域，中美的竞争激化。不管四方安全机制它今后怎么演变，它针对中国的这一点应该是不会变的，因为它实际上这是美国整个的亚太政策的一个最核心的目标。它通过四方安全机制也好，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也好，它都会努力的去达成这个目标。这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国际关系的一个态势。据日本共同社周三报道，联合声明草案仍处于最终协调阶段，是否会点名中国还是未知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针对四方安全对话首次面对面峰会表示，中方一贯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机制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搞封闭排他、针对他国的小圈子，违背时代潮流，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不得人心，注定不会得逞。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为维护世界和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有关国家应该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多做有利于促进地区国家团结合作的事。而据路透社周四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四方领导人将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科技及地区安全问题进行讨论。该名官员强调，此次会谈白宫方面的重点是印太地区疫苗的下一步推进。
报道援引这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次的会议将是历史性的，是4位领导人公开谈论现代挑战他们的希望和愿望的机会。此次会议之前一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搞了一个大动作，宣布一项名为 AUKUS 的安全协议，并将帮助澳大利亚获得美国核动力潜艇。但美方匿名官员表示，四方会议与最近成立的 AUKUS 无关。与四方安全对话加入越来越多全球性挑战相比，成立不到10天的美英澳新3边安全协议更聚焦纯粹的军事安全领域。在此架构下，美英两国将协助澳大利亚打造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另外，美英澳还与加拿大、新西兰两国共同组成了情报共享的五眼联盟。美国实际上给他的盟友也设计了不同的角色，有些可能是要承接他的一些关键的技术，一些比较亲密的盟友要承接一些关键的技术，要冲在前面，甚至为他充当一些打手。那么有些国家呢，可能要在后边装一些好人，然后呢负责给他救场、清台，然后帮他去发声。然后有些国家呢，可能是说跟他有一些血缘方面的联系，然后呢，可能给他一些远方的一些支持，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声援等等。无论脱胎于2战后历史悠久的五眼联盟，还是近年因印太战略而成立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亦或上周才突然横空出世的美英澳新3边安全协议 AUKUS， 其共同点就是以美国为首的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小圈子。而澳大利亚因这些年追随美国走反华路线，也成为这3个小圈子中的老大美国的最忠实仆从。早前，日本曾有意加入五眼联盟，成为第6只眼，但随着菅义伟将离开首相一职，这一意向很可能将成为过去。而脱胎于五眼联盟的美英澳新3边安全协议 AUKUS 也未将加拿大和新西兰纳入。有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是因为上述2国不够反华。而在周3的白宫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虽然与澳大利亚同为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但日本和印度将不会被纳入由美英澳组成的 AUKUS 联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畅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从美英澳此次成立 AUKUS 来看，暴露了美国的盟友体系是分3、6、9等的。对于有血缘关系的英澳和没有血缘关系的日印是区别对待的，既反映了美国当前的不自信，更是美国霸权地位相对衰落的标志。所以说，其实美国今后的这个盟友管理其实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困境。那目前来看，拜登好像不想在这之中发挥太多的这个作用，而是说只要能够满足他的外交议程，那么他可能也不会顾及那么多的后果。环球时报周4的社评就指出，美国就是要把四方机制和 AUKUS 都搞成遏制中国的黑帮。它一方面顽固强化四方机制的恶化合作，一方面会逐渐引诱其他区域内国家加入这个帮派。我们呼吁所有其他区域内的国家都不要上华盛顿的当，不要做美国对抗中国的地缘政治棋子，不当华盛顿的炮灰。而针对美英澳在 AUKUS 框架下的核潜艇项目合作，有国际学者表示，美英向澳提供核潜艇技术，极有可能涉及93%以上风度的武器级高浓油，存在核扩散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5对此表示，中方认为有关国家和国际学者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核扩散风险表达关切，这完全正当合理。他强调，美英澳合作是一步臭棋。首先，美英澳合作具有严重的核扩散风险，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精神。其次，美英澳合作再次证明，美英在核出口问题上露骨奉行双重标准，这将严重损害国际核不扩散的努力。最后，美英澳多年来自诩为国际核不扩散努力的领导者，事实却很打脸，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扩散者。中方再次敦促3国倾听国际社会呼声，摒弃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撤销有关错误决定，忠实履行国际核不扩散义务，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事。正在美国纽约的韩国外长郑义溶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主持人提问时表示，不会加入与中国对立的小集团。他还纠正了 CNN 主持人所谓中国开展强势外交的说法。他表示，中国已不是20年前的中国，各国应努力听取中方主张，并表示中国积极外交是理所应当。几乎同一时间，新加坡前资深外交官马凯硕也强调，新加坡以及东盟都不会加入美国主导的 AUKUS 等军事联盟。面对美国的不断拉拢，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纷纷对美国释放不同的观点，这说明了什么？
正在陪同韩国总统文在寅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外长郑义溶，周三在美国外交协会接受 CNN 采访，期间 CNN 主持人扎卡里亚不断带节奏进行诱导提问。他问郑义溶是否认同中国外交越来越强势时，郑义溶直接回应称他反对使用强势这一措辞。他表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20年前的中国。中国想向国际社会传递自己的声音，我们应努力听取中方主张，因为中国越来越强大，并希望在其外交政策中反映出来。扎卡利亚又将美国、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称为与中国对立的盟友。郑义溶立即谴责这种简单粗暴的贴标签行为，他反驳说，这就是冷战时期的思维方式。郑义溶指出，韩国没有加入美日印澳4国机制的必要性。当被问到是否应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时，郑义溶称：“我们不会被迫做出选择。”郑义溶表示，韩美同盟是韩国外交的主轴，中国是韩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希望美国和中国关系更为稳定。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李开胜向深圳卫视表示，郑义溶的表态表明韩国在用现实的眼光和理解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和中国外交。很多这个人看待中国外交，实际上是把它妖魔化的，把中国一些正常的动作啊，这个视作所谓的咄咄逼人。那么我觉得它是一个现实的眼光。那么第二个呢，它是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中国也在变化。那么世界看待中国，自然也要这个有一些变化，不能够用20年前的这种框架来套现在的中国。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他是在用一种相对比较理解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所以他提到也要倾听中国的主张。韩国明年将举行大选，郑义溶的发言遭到了政敌的攻击，有议员污蔑称其在纽约担当了中国代言人的角色。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崔永山周四进行了反驳。他指出，随着外交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向国际社会更为积极的发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包括外交部在内的韩国政府官方立场很明确，即坚持在韩美同盟的基础上协调发展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以后，采取拉帮结派，试图在亚洲地区拉盟友与中国进行较量，其中韩国是拜登重点拉拢的对象之一，文在寅也是拜登在白宫见的第2名亚洲国家领导人。但深圳卫视注意到，文在寅在他5月的访美行程中极力淡化中国议题，与先他一步访美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形成鲜明对比。值得一提的是，郑义溶今年2月上任后出访的首个国家是中国，没有遵循以往韩国新任外长首访美国的惯例。郑义溶在中国表示，对于韩国来说，中美关系都十分重要。中国是韩国的邻国，也是最大的贸易国，而美国则是韩国唯一的同盟国，因此不会在中美间选边站。对于韩国拒绝选边站队，美国加大施压力度。9月14号，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和防长达顿在首尔与韩国外长郑义溶以及防长徐旭举行韩澳2+2会议。令人颇感突兀的是，澳大利亚竟然在这场会见中不经意提及美国国会希望韩国加入五眼联盟的消息。韩国国防部长徐旭则婉拒道，关于美方邀请加入五眼联盟一事，韩方还需进行多方研究。韩国《韩民族日报》称，无论是4国机制还是五眼联盟，都毫不掩饰其针对中国的意图。韩国要是被卷入这场无妄之灾，后果难以想象。面对美国不断逼迫韩国选边站队的咄咄逼人态势，9月14号至15号，国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韩国期间则强调，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更是离不开的伙伴。中方愿同韩方保持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锚定两国关系正确航向。郑义溶则回应道，韩中两国在疫情形势下保持高级别沟通，韩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发展面向未来的韩中关系。对于美方绑架亚洲国家的企图，新加坡国内反对声音也很突出。该国前资深外交官、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员马凯硕日前在一个论坛指出，东盟国家不会加入旨在对抗中国的美日印澳4国联盟，或是美英澳签订的3边安保联盟协定 AUKUS。马凯硕还指出，相比此前全球出现的超级力量，中国的崛起过程是和平的，西方应抓紧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不应该四处挑衅。参加同场论坛的冷战史和中国研究专家、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安利分析称，美国越来越重视 AUKUS 和五眼联盟这样的英语系国家联盟，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对这些国家感到强烈的不信任。文安利指出，美国对盟友的印象还停留在冷战时期的架构，但这显然是过时的想法。另外呢，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教训，就是说美国的靠不住。我觉得更多这个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也会对这个美国的承诺啊，包括对这个美国来强化地区所谓的联盟的这种举动啊，抱有更多的怀疑。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
外交部今天在官网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方通过打香港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不可能得逞。您对此如何评论？是的，主持人。那么，美国商务部有所谓的实体清单，那这实际上是美方对外长臂管辖、推行经济制裁的霸权工具。那么，它体现的是所谓霸权意志。但是呢，中国外交部今天推出的这份事实清单，用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网站今天即时头条套用的那个加了引号的法律术语是 criminal record， 是所谓的前科实录，是实锤的证据。法律精神强调以事实为依据。那么清单列举的5大类102宗事项，时间跨度呢大概2年半。那么这些的个案事实之前呢都曾经见诸报道，相信很多人都会记忆犹新。甚至呢，这其中有不少我也曾经在节目中专门评论过。但是呢，将美方这2年多来滥打香港牌的恶劣事实集纳到一处，通读下来，确实呢还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美方干预香港事务，唯恐香港不乱，实在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呢，这是美国行政、立法等等权力部门的系统性的干预，那么各种下三滥的手段都使上了。在此呢，也不妨做一个简单的数字梳理。事实清单提及最多的美方官员是前国务卿蓬佩奥，他呢一共出现16次。当然呢，现在转岗哈德逊智库，并且在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兼职评论的这位美国史上最烂国务卿，也在卸任当天上了中方的制裁名单。那么蓬佩奥这个人是不可能再来华了，即使在美国，他也不可能再和中资中企发生任何利益关系。事实清单提及率最高的美国权力机构是国务院，出现了19次，国会上榜17次。那么这俩部门呢是滥打香港牌最勤最平的2大机构主体。同时呢，也要指出现任国务卿布林肯的名字也出现了9次，这意味着拜登政府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涉港干预政策。那么清单列出的反中乱港分子共有15人，其中罗冠聪被8次点名，提及率最高。当然了，自知干系重大，那么罗冠聪早已经畏罪潜逃英国，沦为香港警方的通缉对象。今天呢，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通话时就特别强调，捍卫共产党执政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安全，这是中越双方最根本的共同战略利益。那么在捍卫自身执政安全与制度安全上，在维护最根本的重大战略利益上，中方当然是有强大系统能力和系统方案的。我认为这也是今天清单发布对外，特别是向美方发出的重要信息。用赵立坚今天的说法，那就是美方打香港牌的算盘与图谋不可能得逞，趁早死了这条心。同时呢，也要提醒外交部发布这份事实清单的时点尤其值得我们来关注。那么在您看来，这份事实清单的推出时机有什么特别讲究呢？那我们看一下这份事实清单，它的第5大项，也就是呢所谓多边串联施压、纠集盟友联手干涉这一项。那么美方纠集的盟友都有哪些呢？清单中列举的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涉及的多边组织包括7国集团、欧盟、五眼联盟等等。那我们知道，今天呢，拜登就要召集印度、日本、澳大利亚3国的领导人在白宫开 Quad， 也就是4国机制的首次线下峰会。那么美方会不会又要胁迫盟友在香港问题上说3道4、指手画脚？这份清单适时推出，也是给美方打了一剂预防针，以拉帮结派、妄图搞群殴的方式强打香港牌。过去、现在不管用，那么将来也一定是会打烂。当然了，在大变局之下，蔡当局现在也是蠢蠢欲动，把外部环境的某些变化看作是自身的所谓战略机遇。今天美国 CNN 电视台也声称说，台湾问题可能会成为周5在华盛顿讨论的一个关键点。那么就此来推演，接下来中国外交部发布涉台事实清单也在情理之中，更是民意期待。因为呢，中国最高领导人早就已经向全世界庄严宣誓，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所以今天南华早报就引述消息人士说，最新事实清单的发布同样可以视作对蔡当局的严正警告。
值得关切的是，随着联大会议的召开，中美关系走向这一世纪之问再度成为全球焦点。中美元首相继发表讲话，拜登明确表态不寻求新冷战。美国媒体一直热议的中美元首线下会晤话题呢，在持续的升温。此前，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就明确表示，他预期中美元首将会见面，但是呢，不知道确切的时间。昨天我在节目中也曾经分析，线下会晤能否实现，关键要看美方创造合适的气氛与条件。那么在我看来，这份事实清单释放的信息很明确，美方不应再继续纠缠涉港议题，尤其呢，涉港议题不应出现在元首线下对话中。拜登主导的4国峰会即将在白宫揭幕，那么您对此是如何前瞻呢？周四，日印领导人在华盛顿会晤时扬言有共识反对单方面改变东海、南海现状，您又是如何看？拜登刚刚在联大会场向全世界宣誓，也是在回应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特别关切：美国不搞新冷战，美国无意让世界分裂对立。对此呢，王毅在出席武昌外长与联合国秘书长的线上会晤时对此做出了直接回应，关键是把这样的一个表态落实到行动上。昨天呢，我在节目中也曾评论，拜登说了不搞新冷战，但是呢，他的身体很诚实，挑动对抗的动作可以说陆续有来。今天CNN 前瞻4方峰会就用了这样一个扎眼的标题，说拜登拉来日澳印3国逼视中国，所谓的 Stare Down China。那么之前呢，日本等4方机制国的媒体都已经在提前爆料所谓 Quad 议程乃至声明的内容，估计呢，拜登还是要主打海洋牌，要拿航行自由、航线安全来说事。那么到华盛顿谢幕演出的菅义伟见莫迪闹东海、南海这套壳，等于呢是在提前预演。但是呢，如果 CNN 今天所谓 United on Taiwan， 也就是联合打台湾牌的这个议程预告成真的话，甚至在声明中有所涉及，那无疑呢将会构成更加严重的一个事态，对地区安全形势、对中国与 Quad 4国的外交关系都将会带来严重的冲击。至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那么最有力、最提气的还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这一句坚强表达：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即使世界进入到了动荡变革期，那么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意志与能力，随时随地都可以全面展现，随时随地也都可以全面检验。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就在大陆宣布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 后不到1周，岛内蔡当局也在周3晚证实提交申请加入 CPTPP。外交部国台办相继发声，揭露民进党当局是想以经贸为由进行谋独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官方以及所谓美台商业协会竟声称欢迎支持。外界关注台当局此番申请加入 CPTPP 有哪些美日因素在背后推波助澜？来看看报道。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必须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我们反对民进党当局以经贸为由拓展所谓国际空间进行谋独活动，希望有关国家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为台独行径提供任何便利和平台。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在国台办和外交部相继强力发声后，台外事部门立即扮可怜，妄称被霸凌、被压缩所谓国际空间。民进党当局主管经贸谈判的邓振中周四表示，此次台湾是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区的名义提出加入 CPTPP 申请，还强调台澎金马个别关税区是台湾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名称，后来签署的经贸协定也以此为名义。但很显然，他的说法颠倒了因果关系。中国大陆支持台湾于2002年1月1号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名义加入世贸组织，前提是当时的陈水扁政府接受了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都以单独关税区的方式加入世贸组织。
但是这一次，台当局故意混淆视听，放出只要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名义就能加入任何国际组织的谬论，本质就是以经谋独。颇为蹊跷的是，台当局选择提出申请的时间点，给人碰瓷的联想。事实上，加入 CPTPP 是岛内许多团体长期的呼吁，相关部门已经为提出申请准备了5年，但为何直到大陆提出申请后，民进党当局才匆忙提出申请，受到岛内舆论强烈质疑。分析指出，民进党当局就是想要趁大陆尚未加入 CPTPP 时进行政治操作，借机进行台独活动，正是以经谋独的操作手法。他是看到了大陆正式申请加入，所以说他也要跟在后面，甚至想抢先加入，那么他想抢一个先机。毕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台湾当局实际上已经落在了后面。那么在这个跨太平洋这样一个协议里面，他一定要加入进来，不然的话，他就会在经济上会边缘化。CPTPP 的前身是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曾力推，特朗普甩手该协定后，由日本接手，将其改造成 CPTPP， 最终于2018年12月30号完成谈判。除日本外的10个签署方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墨西哥、智利和秘鲁。有意加入的经济体提出申请后，需与各会员进行咨商。CPTPP 执委会会决议是否启动入会程序，并成立工作小组进行谈判，最后以共识的形式决定是否批准申请。周四，正在美国纽约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称，欢迎台湾申请加入 CPTPP。蔡英文周四还就提交申请连发2条推文，分别使用英语和日语。使用日语的一条还引用了日本的一则谚语。蔡英文推文立即得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回应。英国《金融时报》上周的一则独家报道引述了日本一位外交官对于台湾迟迟不正式申请的抱怨。岛内舆论分析，日方拉拢台方加入还有小算盘。国民党籍民代赖士葆就称，民进党想开放日本核实来促成 CPTPP， 但民众的健康不可以用任何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交换。另一位国民党籍民代郑丽文在接受采访时也难掩愤怒：吃了来住不够，还要吃核食，病毒挡不住，来毒、核毒，你通通都欢迎他们进来。针对岛内担忧，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周四在回应台媒关切时就支支吾吾：这个并没有什么条件对于什么福岛的食品。不过，苏贞昌周五又在台立法机构承认，福岛食品进口将是与日本谈判的关键议题。毕竟就是说，日本现在是在这个机构里面，它是有一定的主导地位的，所以它的说话分量，相对的比重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对台湾当局加入是有利的，确实是如此。当然，这不会由日本一家来决定，那么这个是个长期的谈判过程。此外，对于台当局申请加入 CPTPP， 所谓美台商业协会也发声明支持，并呼吁美国政府申请加入。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周三下午在纽约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单独会谈，很可能就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与布林肯交换意见。另有分析指出，美国虽然退出 CPTPP， 无法参与入会申请的讨论，但可透过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与美英澳 AUKUS 等机制，对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国发挥影响力。尽管美国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了，但是日本一定要跟美国商量，因为日本他自己做不了主，中美之间一定会有较量。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继中国大陆之后，台湾也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名义申请加入 CPTPP， 那您是如何来看待这样一种现象？我认为两岸在1周左右时间内先后提出加入 CPTPP 的申请，这不是一种巧合。外界也有舆论认为，这反映了两岸在政治与战略层面的暗中角力与较量。当然，在我看来，对于大陆方面来讲，跟台湾的所谓较劲并不是主要目的。大陆申请加入 CPTPP 是有着自身的长远和安全利益考量，有着更为宏大的战略考量的。我们知道，当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牵头发起，后来美国退出后，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接过盘子的 CPTPP， 其成立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所谓高标准区域经济协议，来在经济上对中国大陆进行切割与封锁，同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在内的 CPTPP
现有的几个主要成员国，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傲慢与偏见，也是不会轻易同意中国加入的。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却采取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态度，出乎外界的预料，提出了加入申请。我认为中国大陆这样做的动机主要有2个，一个是在美日等国家正在鼓动所谓的跟中国经济脱钩，号召相关跨国公司撤离中国大陆的大背景下面，通过申请加入 CPTPP， 不仅可以稳定境内外投资者的心理预期，而且是向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中国不仅会继续改革开放，而且会推进更高水平的改革与开放。另外一个目的，这是要在美国尚未决定是否重返 CPTPP 的时候，中国大陆通过率先加入的方式，打入美国封锁中国经济的包围圈内部，把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化解于无形之中。不过，在实现这些宏大目标的同时，中国大陆此举也有顺带阻止蔡英文当局企图通过加入 CPTPP 来实现经济台独的意味在里面。因为一旦成功加入 CPTPP， 蔡英文当局就可以让台湾在经济上进一步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并进一步倒向西方国家的怀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中国大陆不是 CPTPP 成员，那台湾加入 CPTPP 就要容易得多。反过来，假如中国大陆抢在台湾前面加入了 CPTPP， 那也就意味着台湾要想成为 CPTPP 成员，不仅要取得另外11个成员国的同意，而且必须要跟中国大陆来谈判，取得中国大陆的首肯。这对于蔡英文当局来说，无疑是一个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那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中国大陆提出了加入申请，蔡英文当局才不管3七21，赶紧提出了自己的加入申请。其目的就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大陆先行加入的情况发生。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两岸同时提出加入 CPTPP 的背后，将不仅会涉及到中国大陆与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是跟非成员国美国的博弈，而且将会涉及到复杂的两岸政治博弈。那在您看来，在加入 CPTPP 上，两岸将会各自面临着什么样的优势与挑战？中国大陆面临的入会最大障碍，我认为并不是最近跟我们关系闹得非常僵的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相反，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想澳大利亚放行，中国必须取消对澳大利亚部分进口产品加征的关税。而加拿大则无疑会提出要修复因为孟晚舟引渡案件而受损的中加经贸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澳与中加就中国加入 CPTPP 展开谈判，反而有可能成为修复中澳与中加关系的一个契机。我认为未来中国加入 CPTPP 面临的最大障碍有可能是来自于日本，因为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的诉求相对明确，而且比较好解决，而日本的诉求则不同，他们跟美国一样，想通过 CPTPP 来遏制中国经济发展，阻止中国的崛起。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不会轻易做出让步。当然，除了警惕日本之外，我们还得警惕不是 CPTPP 成员，但可以在中国加入 CPTPP 上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美国，尤其是要提防美国不仅暗中给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施压，而且要提防美国把这几个国家一起组织起来，共同反对中国入会。那么对中国加入 CPTPP 比较有利的因素是，这11个 CPTPP 成员中有7个都是 RCEP 成员国，再加上中国的经济体量、市场规模是所有成员国中最大的。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成员国会乐于见到中国大陆的加入，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我们再来看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的情况，国台办新发言人朱凤莲已经明确表态，对民进党当局以经贸为由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进行谋独活动坚决反对。这个也就意味着
中国大陆已经将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的行为定位为了经济台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势必会利用自己的政治、外交与经济影响力，想方设法阻止台湾加入 CPTPP。而在这11个成员国中，只要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在内的某一个成员国响应大陆的号召，蔡英文加入 CPTPP 的计划就将会变成黄粱美梦。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香港特区政府周五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湾仔、东区和南区区议会有8个民选议员一席悬空。根据宣誓及声明条例第11章第21条，这8名民选议员拒绝宣誓拥护基本法以及效忠特区政府，因此必须离任。而第2场区议员宣誓仪式在周五一早举行，涉及九龙区5个区议会，共56名现任区议员。目前港府宣布对10名区议员今日所做宣誓的有效性存在疑问，已向有关区议员发信要求提供额外资料，以决定其宣誓是否有效。而深水埗区议员李文浩拒绝宣誓，实时被取消区议员资格。根据特区政府安排，周五上午，香港特区第2场区议员宣誓仪式在北角社区会堂举行，涉及九龍區5個區議會，共56名區議員，整個過程非常流暢。政府亦都係準備得係好仔細嘅，咁我留意到咧，每位議員咧都按照要求嘅程序去完成宣誓。不過我都係強調，宣誓咧除咗係宣誓呢一刻係讀出誓言之外咧，更加緊要嘅咧就係要言行一致。曾在办事处门口张贴有争议告示博眼球的深水埗区议员李文浩，周四晚在社交专业发声明称拒绝宣誓。按照宣誓及声明条例，他已经丧失区议员资格。香港文汇报报道称，李文浩过去不断煽动仇恨，甚至黑豹之心不死。他虽然在近日宣布其主办的蓝潮组织无限期停止运营，但扬言将继续进行所谓抗争云云。根据港府周五发布的公告，第1场宣誓之后，8名必须离任的区议员分别为南区区议会的彭卓棋、东区区议会的韦少利、苏义恒、陈荣泰、李子兴、蔡志强，以及湾仔区区议会的杨雪莹、梁百贤。据港媒报道，蔡志强因缺席9月10号的首场区议员宣誓，即日被取消资格。其余7人虽出席宣誓，但监事人对7人所作宣誓的有效性存有疑问。经考虑有关区议员的书面回复以及所有相关资料后，监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所定下的原则及相关的法律规定，确定7名区议员的宣誓为无效宣誓。其实作为特区来说，它是在履行一个宪制责任，就是在宪法范围内，特区政府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公职人员相应的承担起责任来。那么修订有关条例，准确的落实有关公职人员的宣誓制度，我们认为呢，它其实也是维护香港特区的这个宪制秩序以及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一个比较必要的一个手段。对于公职人员队伍内部清除这类反中乱港的因素是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和效应的。今年年初，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决定，根据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要求，对宣誓及声明条例进行修订。完成修订后的条例要求，凡当选的区议员均需宣誓效忠于香港特区政府，拥护香港特区基本法。拒绝宣誓的人将会被撤销区议员资格。同时，如果在宣誓过后违反了条例当中的有关要求，那么涉事人员也会被依法依规处理。区议员资格被撤销后5年之内，涉事人员将不能得到再次参选的资格。香港特区政府强调，宣誓是具有法律约束力，所有参与宣誓的人都必须真诚信奉并严格遵守法定誓言。如果出现虚假宣誓，后者事后违反誓言的情况，那么也必须受到惩罚。此外，在宣誓后被剥夺议席的区议员，需要退回自上任以来从港府获得的所有薪水和津贴。第13届中国航展开幕在即，中国空军9月24号公布了参加第13届中国航展阵容。大国重器歼20、运20和空警500、轰6K、轰9B 等一大批主战装备在航展上集中亮相。新型电子战飞机歼16D 和高空无人侦察机无侦7等首次亮相航展。空军81飞行表演队和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共舞珠海，展现空军力量，传播空军价值，弘扬空军文化。
中国空军作为第13届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将在航展期间以飞行展示、飞行表演和静态展示等不同方式，集中展现空军新型战机和一批现役主战装备。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敬科大校9月24号向深圳卫视介绍了有关情况。本届航展上，歼20、运20齐聚珠海，空警500、轰6K 静态展示，歼16D、无征7首次展示，81和红鹰2支飞行表演队共舞蓝天。发言人介绍，歼20是国产新一代隐身战斗机，自2011年成功首飞后的每一次发展变化都牵引着公众的视线。近年来，歼20从研发、试训到列装作战部队形成战斗力，再到实战实训、展翅海空，见证了中国航空工业和空军战斗力的飞速发展。相信观众朋友都还记得，今年7一庆祝建党100年的飞行庆祝表演中，15架歼20编队飞越天安门。而将在本届航展上做飞行展示的歼20，也将宣示它有效履行使命任务能力的不断提升。将在本届航展上进行飞行展示的教式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2019年在国庆阅兵中首次亮相。它对于提升飞行员技战术能力、缩小航校与部队的代差、提高飞行战斗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益都有重大的意义。将在航展上同场献技的81和红鹰2支飞行表演队，目前正在珠海进行飞行训练。本届航展上，空军81飞行表演队6架歼十飞机劲舞蓝天，这是空军81飞行表演队列装歼十以来第6次献技中国航展。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教8飞机炫舞长空，这是空军学院派飞行表演队第2次参加中国航展。目前，中国空军参展装备开始陆续抵达珠海。首次亮相中国航展的无侦7无人机是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首次亮相中国航展的歼16D 飞机是以歼16飞机为平台自主研制的新型电子战飞机，具备真攻防一体综合作战能力。针对近日舆论关切和公众关注，发言人作出了回应。歼16D 飞机投入实战化训练，进一步提高空军电子进攻能力，支撑空军作战范围拓展和空军战略转型建设。中国空军正在按照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加快推进战略转型、战略预警、空中打击、防空反导、信息对抗、空降作战、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等能力不断提升，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今年是建党100年，也是“14五”的开局之年，人民空军开启了历史性跨越的新航程。在本届航展上，集中展现空军推进战略转型、迈向世界一流的新成就，展现大国空军的价值追求、建设理念和历史传承，让人民群众对人民空军有信心，让空军官兵对自己有信心。